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那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喘，这是电脑断层。大家可以看到，肺部正常的时候，肺部应该是这样黑色的，这有很多水积在这里，而且不止在那个位置，这是肝脏。这边也是有水，那更让我们看了都会觉得触目惊心的，就是大家注意到它的一个动脉，这是主动脉，胸部的主动脉，上面白色的这个，通通都是动脉硬化、钙化的一个沉积啊，所以这个病人可想而知，他出现喘的问题，我们会想到是不是肺部的功能有问题？是肺部的功能有问题，但是它肺部功能的问题点是来自于心脏，它是因为冠心病的关系啊，所以冠心病。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影像，胸痛、胸闷、昏倒，那个电视剧比较多啊。实际的一个场合，他可能用胸闷，这个流冷汗，那甚至于像这样的，它是呼吸的方面的问题啊，心衰竭引起肺积水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右边、左边，你可以看到他做冠状动脉摄影的时候，这个左边的冠状动脉也都是好几个地方都有狭窄，右边也是有狭窄的一个状况。然后电脑断层。横切面来看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冠状动脉，这是你说有打什么特别的显影剂让它成像，这个不是，这是动脉硬化、钙化以后的沉积啊。所以斑驳的那个动脉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的一个血流为什么会不好，就是因为刚刚讲那个动脉硬化，然后底下引起一些发炎反应的结果，钙化的一个结果，它当然血流不通的结果，心脏当然无力打出来一个结果，会影响到肺脏的一个循环，所以会积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胸部的主动脉，这也是钙化，这个冠状动脉也是钙化，所以非常严重。看到这样的一个影像的时候，不止心脏内科的医师啊会担心这个怎么后续的一个处理啊，心脏外科要手术的时候也是啊，为什么？因为考虑到要接血管，如果这个血管都是很硬，你要接它的这个通畅度，当然是不比正常要来的不好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腹部的主动脉，这已经是2颗肾脏的地方了，也是一样，一圈都是钙化的一个状况，所以心脏变成这样子啊。心脏扩大，然后积水的一个状况啊，那这就代表着，事实上它是因为冠状动脉血流不通的一个结果，引起我们心脏没有力量，因为冠状动脉去营养我们的心肌啊，冠状动脉本身狭窄的关系，心肌当然无力啊，无力打不出去的一个结果，它就会后续影响，因为我们的心脏。要打出去，主动脉这样左心室主动脉打出去，我们的肺部的这个回流才可以进来。如果心脏打不出去的结果，那个肺部血流就回不来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当然它就会引起肺部那个地方积水、肺积水、肺水肿的一个问题会产生出来。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连带性，而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冠状动脉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病人要经过开心手术啊，来重接那样的一个血管啊。把它稳流过，这个血流给它改道过去。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这个要找到合适的血管来接啊，心脏外科医师也是耗费9牛2虎之力啊，才把这个病人从那样的一个心脏衰竭的一个状况恢复成比较好的这个情形啊。原来心脏输出的百分比只有20%啊，所以这个本身的一个影响事实上都是蛮大。所以我们平常的一个生活作息、饮食习惯，这就是说点点滴滴。在我们的血管留下那样的印记啊，所以有时候看这个胸部 X 光啦，看各地方的 X 光的时候，血管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那样的一个焦点。